新版本之中到底有什么英雄手超长，而且输出超级的高啊？不断的刷，这一次直接带给大家，没错，就是我们的卡莉冷却和攻速流啊并存，还有环速。到底该怎么出装，怎么奥义，怎么魔的新版中，他到底打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所克什么英雄？这一次直接杀爆对面前期，就让对面哇野区全部被我们一个卡莉所扫荡。怎么玩呢？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我们直接打他红区，有个萨尼完全被动打出了，再把他人头直接普攻就拿掉，这就完了吗？当然没有啊！对面的红 buff 也一并拿下来。对不起，猴子。这里看到对面的萨尼又是不断的普攻。二技能刷起我们的被动，收掉对面萨尼，再来出灵魂脉冲，猴子逃不掉了吧？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卡莉排位赛的实战解说。那说一下这一次的出装方面呢，我们一开始会出个小黄球，因为卡莉前期呢，它在浩蓝上面啊，不是浩蓝传的浩蓝，而是它的蓝号上面，好冷啊，真的会在前期有点高啊，毕竟呢，我们是一个很需要啊，在前期啊不断的去整理兵线，然后支援的一个法师英雄。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用卡莉呢，尽量在第一波啊兵线啊还没到之前呢，就开你的技能啊一技能，那兵线就会刚刚好被你的一技能之后的普攻呢一条直线的这样打。看到我们艾瑞想入野呢，真的要马上过去帮忙啊，要躲掉对面的萨尼，看到对面有什么技能就尽量躲。在后方不断的输出，这个是无论你是玩射手还是法师都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不断的打，把对面的萨尼拿下我们的这个 First Blood。看到猴子啊想要追赶我们呢，就不用啊去管他了啊，反而是我们这里看一下还能不能够再打。为什么还可以再打？蓝量充足，红 buff 轻松到手啊，没问题，没毛病。最重要就是我们把萨尼收掉之后呢，马上就有小黄球，在2等的时候血量又回起来，领灵感过来呢，我们就远一点的去整理兵线了啊。卡莉它的好处在于呢，其实它的普攻啊还是蛮痛的，可是蛮多小兄弟并不知道，你用到它啊，真的必须要你这个英雄呢开启2技能啊，才好去释放你的1技能或者是大招或者是普攻，反正你要攻击，你要确保身上2技能在开着的这个状况，要不然的话呢，你打人啊是没有那么的痛的。2技能增加的不只是护盾，很多小兄弟以为这个只是一个护盾，其实你的法强呢很多就是来自于你2技能的。为什么我们差点说成嬴政啊，卡莉这个英雄啊那么的强势呢？以前不会用啊，很多人都很少用它。可是真的当大家会用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英雄有他的这个一席之地，并不是说到一个人能够一挑五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可是这个英雄呢，他真的有他的这个利用价值在。他的大招呢，这个距离啊，真的除了迪拉克以外，也没有多少个英雄啊可以跟他媲美了啊，没有了。这里很明显的蝴蝶是在这个草丛，我们可以开启大招，它马上不断的打。在前期呢，其实你的卡莉大招不会做到太痛的。那我们呢这一次奥义方面呢会带精灵，为什么啊？这一次玩的是一个偏攻速流，我们第3件装备呢就是暮光之刃，增加我们反正攻击之后呢就会再增加我们的攻速而且呢，我们这个英雄的普攻也会增加。这里我们的打野拿到对面的蓝 buff 之后呢，我们看一下
不断的在后面的输出，后方输出，不断的输出，看到我们其实用的是普攻，哇，普攻打的还是那么的痛，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在最后把对面的猴子给拿下，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间的奥义塞了精灵，而且我们的是护盾在身。那中间的奥义塞精灵呢？如果你是觉得哎呀我都不喜欢用它打普攻的，没所谓，你也是还是可以塞精灵，因为它带给这个英雄很高的一个跑速。可是如果你想要容错率，觉得我的自己的操作可能没有到那么的高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出一个庇佑这里我们马上开启大招，不断的打一手闪现，把他死神之佑给拿下来。飞类在这个时间点呢，前期还是坦度蛮高的，对面猴子想要切我们马上往回拉，等待我们 CD 的到来。有没有发现怎么又有大招了？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冷却鞋的很大的功劳。有个小兵挡住，不断的飞来飞去，不断的打把对面这两位英雄直接逼一个闪现，打出残血，不用太深追了追不到就算了。对面是坦度很高的英雄，把他塔拆掉了也是已经很赚了能够收就收，收不掉也不要太深追。想一想，如果你去追对面的飞类你也没有技能，对面一个转起来被动，反而你用这个英雄很容易又被对面呢反打一波，不太好。开个大招呢，是为了让对面如果有人整理兵线，马上就会被打到。那不太需要吝啬自己的大招，我们有冷却，有攻速，对于你的这个卡莉来说，这样的出装呢是最平衡的一种出装。当然，你如果说要还速，再要还速的话，你还可以再塞兵杖这里直接一手灵魂脉冲，不断的打，不断的输出。把对面呢收掉一位英雄。那萨尼这个英雄就有点特别，不太要去深追他这里呢我们不断的去打对面，可惜两位小兄弟在打龙，这个时间点呢打龙这个选择不太好，因为呢可以打一波的如果选择打龙的话，反而呢我们和刚刚辅助还有就会被对面回包一个。刚刚说萨尼为什么很特别，就是因为他完全的被动我们刚刚打也以为能够把他收掉，其实不是那么的轻松的，他显然会趴起来，时刻注意萨尼的被动有没有回起来，有的话那就不要去打他了如果他已经用掉，那你才去打他，要记得他的这个被动。这里呢对面想要切我们，打野已经被收掉了，直接脚闪现了，不啰嗦了，往上跑如果继续在中路向我们中路的塔来逃的话，必定对面猴子会发现的。这里选择能够做什么事就是把这个名人飞龙树哈给拿掉，小调皮小古龙把你给拿下。那用到卡莉，我们第4件出装呢会出一个小面具说的就是鬼魂的呢喃。那当然的，你也可以直接把我们看到的这个150魔穿直接出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出一个鬼魂的呢喃呢先也就可以。如果怕麻烦的小兄弟直接跟着右上角的出装图就可以了。那大家呢下一件装备小兄弟就会想是不是就该出巫妖皇冠呢？是可以这么出，可是这一把呢我们打一点功能流派直接出一个兵杖。其实呢大家有时候呢对于兵杖还有暮光之刃这两个装备呢忽略了一点是什么，就是它有跑速的增加。这个跑速对很多英雄来说都没有对于卡莉来说那么的重要。对于卡莉来说，有跑速，我们灵魂脉冲就可以对面不够你跑开启一个大招像这里这样打到对面，你不需要完全命中全部不太可能。你命中个10发，已经对面就很难，就已经会被你扣很多血量了。打残让奎伦来收割直接收掉4个就可以了。你玩的是法师，很多时候呢不一定说你要去收割，你是可以做什么呢？
不断的输出，那已经很足够了啊。这里呢，打野和辅助猜中塔，我们呢跟射手猜上塔，不断的打。你不要往后这个闪现，你闪现往后它会勾到你，打到你，反而你往前承受一点点塔伤没所谓。刚刚啊，这个飞雷，那被对面的猴子出来没所谓，他切我们的话，塔就会被我们的叶娜给拆掉，赢得这场胜利。那他搭什么英雄好呢？戈德尔还有美娜，他会压制什么英雄呢？西路卡还有貂蝉，他会被蝙蝠侠、奎伦或者是叶娜这种英雄所克。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im 多，喜欢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